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被动收入，并且跟大家分享具体到一天赚取$100以上的方法。以我自身为例子，当你成功建立了被动收入的模式之后呢，你会发现你再也离不开它了。特别是你每天睡觉、起床、看手机，$100，发现自己赚了$100的时候。大家好，我是小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这个频道。这个频道主要是向大家分享一些最前沿的关于网络赚钱和网络创业的思维和方法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记得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特别是点开旁边的小铃铛和给这个视频点一个赞，这样的话你就再也不会跟任何赚钱的机会擦肩而过了。那我们立即进入主题吧。在我网络创业的这几年里面，我感受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如何工作不受场地限制，并且能够用最短的时间之内获得最多的收入来源，特别是利用互联网这一个人人都可以使用、门槛相对较低的工具。而接下来我将会分享给大家我自己实际在用，并且你们只要是尝试的话也可能会实现的被动收入的方法，能够让你每天赚到$100以上。首先我觉得很多人还是对被动收入这一个概念存在很大的误区，就是只要躺着睡觉都可以赚钱。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好事。如果你想要打造被动收入的话，肯定得牺牲某些东西才能去实现它，要不就是你的时间，并且是大量的时间，要不就是你的金钱。我们先从第一个说起，也就是时间，因为我相信这是绝大多数普通人也会拥有的东西，也是门槛最低的东西。这个方法也代表着你得一开始投资大量的时间在这个被动收入的渠道那里，打通它之后，等待日后它能回报你。就好像如果你给这一个视频点一个赞的话，到时候你有需要的话就可以从赞的列表当中把这个视频找回来。那么就从我个人最推荐，而且我现在正在使用的方法开始，也就是建立 YouTube 频道。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在看影片的你们肯定在想，切，鬼不知道咩，又在说废话。你千万不能抱着这个误区这么想，因为这个确实是绝大多数普通人零门槛、零投资也可以实现的被动收入的方法，特别是广告收入和联盟行销。我们先从广告收入聊起吧。当你的 YouTube 频道如果能够突破1000个订阅和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通过了审核之后，你就有资格在频道里面打广告了。而 YouTube 的广告，虽然我觉得它并不是 YouTube 收益的最重要的来源，但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一个收入渠道，我觉得它超棒。因为我拍摄一个影片的话，从构思到写剧本，然后到 SEO 对策，最后到剪辑和发布，可能会花个8、9、10个小时不等。但是只要我完成了这一系列，上传到这个平台上面呢，我就全部都干完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无时无刻都在赚钱，无论我是在睡觉还是旅行，它都是在赚钱。例如我这个影片其实已经发布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也过了 YouTube 推荐的最高峰的时期，但是现在每天还是为我带来$20-30的收入。而这个情况你可以想象是持续到 YouTube 自己关掉了获利功能，或者是 YouTube 把我的获利功能取消掉，要不就是 YouTube 这个平台永远消失，否则它每天都在赚钱。现在我的频道的情况是1周1次更新，然后只持续了2个月的时间。因为作品的规模不多，数量也很少，所以我现在的收入平均在$100上下。具体的收入还有那一方面的内容，我将会以后出一个具体的影片跟大家聊一聊。所以说现在的收入是这个情况。以后如果我其他的东西稍微摆平之后，我能够坚持1周更新2到3部影片，然后坚持1到2年乃至3年的时间，你可以想象一下，即使我的影片只有$2到3的收入，多的那些可能有$30-40的收入每天，因为有量的基础在这里，所以以后的被动收入能够达到几百美金，甚至是$1000以上一天，那是极其有可能的。事实上很多 YouTuber 现在的收入就是这样啊。而我实际在做并且能够给你们的最大的建议就是制作大量的可以被搜索的内容，例如什么呢？教程、教学、提示。首先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影片在长时间的范围之内也能赚取被动收入，当然也会希望我们几年前的影片也能在今天、明天和后天乃至以后的每年都赚取被动收入啊。而 YouTube 的影片推荐机制是比较偏好于新的影片的，如果你想通过旧的影片也能在长时间获得被动收入的话，你就需要把这些旧的影片打造成各种关键词搜索排名的第1位，哪怕不是第1位也必须是前列。例如如何做 YouTuber， 或者是如何建造网站，那样的话只要对这一些内容有兴趣想要学习的人都会在未来的若干时间点当中把你给找出来，你就不用担心即使是2、3年前的影片也没有人看。
所以说长时间的坚持，同时做好 SEO 对策，让影片打造成各种关键词搜索结果的第一名，同时打造推荐影片，让推荐影片使得你的频道快速成长。当你的 YouTube 频道成功的建立起来之后，哪怕以后你一周只更新一次，你能获得的每个月的被动收入也会比普通的打工族多得很多。至于教你如何快速发展 YouTube 频道的这一个全套教程，由于中秋节的关系，将于下周发布。学习完这个全套教程的话，你也能 copy 我的策略，打造飞速发展的频道。第二个联盟行销，也就是你在 YouTube 频道上面推广一些产品，然后观众通过那一个产品的链接进去购买的话，你就能得到佣金。而这个联盟行销的话，在现在这个市场上，无论是从教学类的教程，或者是工具，或者是实际的产品都会有。而门槛最低的，我觉得应该就是亚马逊联盟了。它的好处在于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这个 program， 同时你可以推广在亚马逊的所有产品，你也不用担心别人不会去亚马逊那里买东西，即使没有你推广，他也会去买的。但是通过你买和他直接买的话，价格是一样的。打比方，有人买了这个东西，但是那个人是通过你这个商品的这个链接进去买了这个东西，他没有买你这一个，但是你还是能获得这一个东西的佣金。所以我喜欢亚马逊联盟的那一点就在这里，只要通过你的链接进去，他买了亚马逊在内的任何东西，你都可以获得相对的佣金。现在我的 YouTube 频道通过亚马逊联盟每个月能赚到200到300美金左右，但是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其实是有做了，花了15分钟注册，只是把我摄影当中使用的各种器材放在了描述栏那里而已。而我在影片当中从来没有提及过这些素材，也从来没有推广过这些链接，并且我使用的是美国亚马逊，而我的观众群体的最大的那一部分并不是在美国，所以我是赚的很少的那一批人啊。但是你们可以通过很巧妙的方法，在亚马逊联盟当中赚的比我多得多。例如你们可以通过 YouTube 频道测评一些你每天都在使用、你很感兴趣的产品，或者是大家很感兴趣的产品，例如测评啊、开箱啊之类的，然后通过 YouTube SEO 想办法把你的影片表示在搜索结果当中的第一名。例如我最近想换一台 MacBook， 然后我想换一台2019年的 MacBook Pro， 但是我又不知道它的性能怎么样，然后我肯定会去搜索栏搜索2019 MacBook Pro 测评，或者是 MacBook Pro 值得买吗？看完之后再买啊。而他们的影片当中绝大多数都有联盟行销的链接。例如如果是我的话，我买了最新的 MacBook Pro， 我就会弄一个 MacBook Pro 的开箱，然后拍完这一个之后，我就会弄一个新版的和旧版的对比，性能的对比，还有是值不值得的对比。拍摄完成之后呢，就会学习小船下周公布的课程里面的 YouTube SEO 的技巧，尝试把影片排列在关键词搜索当中的第一名，然后去亚马逊里面找相对应的产品，把它联盟行销的链接弄出来之后放在描述栏上，然后就结束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华语圈的人想要买 MacBook， 然后他可能会去搜索栏那里搜索 MacBook Pro 到底值不值得，性能怎么样，和其他型号的对比，然后你想象一下会怎样呢？你的影片都出现了他搜索的关键词当中的前列，最后你只需要等待他们点进去你的影片里面，看完之后通过你的链接进去购买了就可以了。而一台15寸的 MacBook Pro 亚马逊卖价是2099美元，如果你卖掉一台电脑的话，4%的佣金，也就是83.96美元。你要相信，从关键词搜索当中入手找到你的影片看完的人，他们是这个市场当中最有购买意愿的那一批人。如果你的影片实际上真的能帮助到他们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可能使用你的链接去购买的。所以这个策略不仅仅限于 MacBook Pro， 还可以放在化妆品上，例如粉底液，或者是数码产品上，例如相机。相机你可以弄一个2019年性价比最高的相机，化妆品你可以弄一个最不浮粉的底妆，粉底液的介绍，各种 idea 都是可以的。当然一开始不是说你开了一个频道之后就能立即赚很多钱，假设平均到每天只有几美分，但是通过你的频道的不断的坚持更新，你的收入则会随着频道的增长而增长。而如果你的影片内容跟产品是非常关联的话，你的被动收入赚的就比我多得多了。而你要知道，开箱和测评类的影片在 YouTube 上面是极其容易打造成长青的爆款影片的，也就是说你的影片如果能够出现在关键词搜索排名的前列的话，则很有可能持续几个月、1年甚至几年。例如我搜底妆，他们肯定在介绍自己使用的化妆品和教怎么化妆之余，还会把商品附上去的。所以说你们只需要坚持更新，并且学习 YouTube SEO， 打造自己的影片成为关键词搜索当中的前列，
就可以打造自己的被动收入了。而这是所有人只要愿意学习的话都能成功的事情。但是亚马逊联盟其实还是有窍门和一些技巧的。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请给我的影片一个赞。如果超过1500个赞的话，我就会专门出一期影片，手把手的一步一步告诉大家亚马逊联盟当中的注册和运营当中会面临的问题。而其实不仅亚马逊联盟，其实还有很多联盟行销的平台都可以每天赚到$100以上的。例如有一些股票投资平台，只要通过一个你的专属链接，别人注册的话，你和对方都可以获得$100的等值股票，这也是快速日赚$100的方法。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所以通过广告和联盟行销，我通过自身的例子告诉了大家怎样可以通过 YouTube 每日赚取$100以上的被动收入。而这个只要你愿意坚持和继续学习的话，这个被动收入极易的增长上去。非常感谢大家观看到这里。如果你对其他的网络赚钱还有 YouTube 运营和 YouTube 赚钱有兴趣的话，那就看一下这2个系列的影片哦。接下来我的频道都会陆续的向大家介绍一些最前沿的关于网络赚钱和网络创业的思维和方法的。如果有兴趣的话，那就赶紧订阅我的频道，点开旁边的小铃铛，并且给这个视频一个赞。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拜。